啊，雖然大家看起來它這個湯有沒有很清，但是它其實牛油的味道其實是還蠻出來的。好，來吃火鍋，喜歡吃肉的朋友呢，應該會像我一樣，喜歡吃到那個肉的那種扎實的口感，像你真正在吃肉，而不是像吃那種組合肉的那種口感。所以牛澳黑牦牛我們一定会點。然後我自己很喜歡拉拉鋪的其中一點就是除了很好買之外，它的空調控制得很好，非常的舒服。有沒有這芋頭？我們已經煮了大概有20分鐘吧，哎，完全沒有散掉，哎，它形體還是這麼漂亮，這個就是好的芋頭啊！實現鮮蝦自由的時刻到來了，這應該是痛風餐吧？我都捨不得吃啊，是不是要先來拍照一下？我們今天來吃到飽，而且是來吃一家可以吃5個小時的吃到飽哦。然後我是這個月的那個壽星，哎，另一个汤是一个牛骨湯，一個麻辣的。麻辣的。对，麻辣是要加錢的，可以嗎 ？OK， 可以。拿點點。好，謝謝。那壽星的話有什麼？好像是有升級湯底的部分。哦，升級湯底哦。那什麼之前那個什麼帶殼鮑魚沒有？那個是要當日當天的。哦，我當日當天。我是當日當天的。都是嗎？對對對。那要幫你看一下。好好好。哦，所以他的生日的話是當日當天就送那個帶殼小鮑魚。對的，謝謝。好，謝謝。這帆立貝，然後這個是蝦子。鱸魚的話，我覺得大家要吃的時候加減點一下啦，因為我們的確有吃過它有土味，然後蛤蜊，然後這個呢是五花牛哦，然後這個呢是黑牦牛，啊，這就是豬五花啦。然後來到這邊呢，哦，蒜之華一定要點的就是它的這個雞肉，哦，它雞肉很好吃。然後蒜之華呢，他們有新的雞台，就是這個益萃茶有新的品項。我來喝個什麼好呢？來喝一個荔枝多多。蒜之華一定有要夾的菜哦，這個菜呢就是芋頭。先來拍。另外呢，他們這邊一定要夾的呢，就是玉米，它玉米也非常的好吃。蒜之華呢，我自己本身是不吃它的咖喱飯的啦，因為太佔胃的空間。不過我今天呢，應該會來吃它幾碗咖喱飯。另外呢，它醬料的選擇也是非常的多元，非常的精彩。
蒜之華呢，對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 nice 哦，給我們的這個 table 呢是非常好拍的 table， 多好拍呢？因為我旁邊呢就是一個大窗戶，有沒有哦？所以真的是自然的光線。然後我們今天點的鍋呢，一個是麻辣鍋，然後一個是牛骨湯鍋，這2個鍋呢都是要額外再加費用的。好，我們緊接着就來開始涮了，先涮菜好了，再給它放在牛骨鍋這裡。它這個玉米哦，一定要給它點起來，很甜。然後芋頭呢，也給它先下去。哦，来這邊呢，為什麼一定要吃它的芋頭？我講一下好了，因為他選的芋頭很好，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我們已經來吃過蠻多次的哦，然後就是放到鍋裡面去煮啊，它不會，整個就是崩溃爛掉，就是變成就是找不到屍體那樣，不會哦，還會有個完整的形體之外，吃起來非常的沙，非常的黏膩，而且我已經吃過他們的这個芋頭，吃了好幾次，不知道他們怎麼去挑貨的。挑得非常的好，就是它這個品質非常的好。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蓮藕，我自己本人很喜歡吃蓮藕啦，所以給它放下去。然後海鮮這一盤呢，就直接放到牛骨鍋了哦。好，我的吃法是這樣啊，海鮮盤都是放在清鍋，然後肉類都放在麻辣鍋。哦，它這個凡立貝還不錯哦，因為它已經把那個殼有沒有就已經去掉了。一次上來的蝦並不是多的量哦，來了3隻，所以這是海鮮盤，我給它下去。然後再放這個，應該是牛五花啦，應該，我不敢保證哦，只能說它看起來很像，因為它有那個肥肉的哦，肥油的地方，應該是牛五花。再來就是牛黑毛，蠻薄的，一樣涮個幾下就好了啦。来，先來牛黑毛下來哦，然後再來一個是牛五花，你就會發現它的那個哦，真的是不一樣，紋理不一樣，因為部位不一樣嘛，對不對？就蒜之華我們吃了蠻多次了啦，而且呢，剛剛默默再算了一下，因為哦，我是本月壽星啊，而且我又是本月本日壽星，我剛剛想了一下，好像我們已經是第2次本月本日來吃蒜之華，所以算是該怎麼說呢？應該是說我吃到飽已經吃得越來越少了。但是假如說要吃到飽呢，我會選擇蒜之華啊，主要是因為它在這邊是拉拉鋪嘛，拉拉鋪的這個購物環境又還不錯，所以我還蠻喜歡的。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呢，我其實喜歡它的這個麻辣鍋。就是它不是真正外面的那種四川啊，那種重慶麻辣那麼辣，但是呢，它的味道呢還是保留的那種真正麻辣鍋的那種麻辣的味道，蠻香的，是我蠻喜歡的。所以我假如說來吃到飽的話，應該都會來到蒜之華這邊來吃。我自己還蠻喜歡它這個牛骨鍋的。雖然大家看起來它這個湯有沒有很清，但是它其實我剛剛喝過哈，它那個牛油的味道其實是還蠻出來的。另外呢，它的這個蝦子呢，在今天吶，我只能說在今天，品質很 OK 呢，感覺有沒有很 Q 彈的樣子，很飽滿，很開心。我們來拍這個鍋類哦，最怕的就是鹽，因為會把那個鏡頭啊搞得霧霧的。好啦，總之呢。它這個麻辣湯底呢，我自己非常的推薦，就是日式改良過後的重慶麻辣鍋吧，麻辣鍋的鍋底吧。
哦，所以沒有那麼辣，但是還保有的那種四川麻辣鍋的那個味道，很不錯。因為我之前吃他們的鱸魚啊，也有不好的經驗，應該是說鱸魚這種魚哈，它很難能夠完全沒有土味啦，所以我來吃看看。土味還是有，但可以接受的範圍。那蒜枝華和蒜奶葉呢？哦，是在等級上面的不同。台中的話也有蒜奶葉，哦，在大遠百那邊吧，還有在其他的地方哦，台中的其他的地方。我目前還沒有吃過蒜奶葉哦，因為蒜枝華離我的生活區域比較近啦，而且它的整個那個採購啊，哦，逛街的體驗會比較好。然後我自己很喜歡拉拉鋪的，就是其中一點就是除了很好買之外，就是我覺得它的空調控制得很好，非常的舒服。然後當然再加上這個蒜枝華，我覺得它 CP 值算是還蠻高的。另外一點呢，就是它的所有的菜啊、肉的品質都還不錯。不過我也必須要講哦，我們上次曾經有吃到它的這個玉米的確有一點點酸哦，所以有和他們店員反映啊，因為我以前做過這個餐飲業嘛，所以我必須要講，有時候大家也不要太驚弓之鳥，有沒有？好像哦，這個店家都是黑心店家，沒有那麼誇張。對，因為我以前做餐飲的時候，有時候它整批來的玉米啊，或是蔬菜啊，在運送的過程之中，在所難免哦，還是會有一些損壞，以導致於它的這個吃起來口感沒有那麼好哦，或是變質。我覺得，假如說吃到這個狀況的話，其實可以跟店員去做一個反應，他們就會馬上做更換。所以我們上次吃的時候也是啊，馬上就換掉，整批換掉。对，但是我很推薦他們玉米哦，也是很甜。就是假如說來這邊吃它的菜品的話，我主要推的是芋頭，好，第二個就是它的玉米，很好吃。那因為我自己呢，目前在168飲食之中，已經過了1周又多1天了，所以可以稍微的來解放一下。之所以要168啊，是因為我發現，我在爬樓梯的時候，我膝蓋似乎會有點痛，然後，我現在的這個體重應該是人生之中最胖的巔峰期了，大概有80多公斤，所以要減肥哦。我不是因為好看哦，因為我沒有顏值，我只是因為我的健康的關係，必須要做一個飲食控制，所以才做168的這個飲食。那剛剛應該有講到，就是蒜枝華和蒜奶葉呢，他們有辦就是中午來吃的時間呢，就是你從11點來的話，可以吃個5小時的這樣的活動，一直到今年的年底。然後我們也是看到這個活動之後啊，我想說，好啦，這個是不是應該要來給他吃一下，捧場一下，所以才挑我今天生日的時候來這邊大快朵頤啊。因為今天是平日的時間嘛，所以來吃的時候就是人沒那麼多啦，所以吃的會比較不用那麼急之外呢，吃5個小時，應該是我們大概12點來吧，12點來的樣子，大概吃3-4個小時也夠啦，非常的夠吃到飽，對不對？好，所以趁他在今年有這個活動你假如說有時間的話，有這個閒錢，特別是要有時間是可以來這邊吃就是全省的蒜枝華吃看看。我要看因為我聽說好像桃園店是没有配合這個吃到飽的活動所以不要跑錯家了。蒜枝華呢，另外要點的就是它的雞肉很好吃，它的雞肉是原塊雞肉，非常的好吃。就吃了它的雞肉呢，你會非常愛蒜枝華。好，再來放它的這個豬五花一樣是給它涮一下就好了沒有豬肉呢，豬肉不能涮一下豬肉一定要吃真正熟的涮一下可能會出人命所以要給它涮熟啦，吃豬肉
哦，我們點的肉又來了，很多。我先搜一下那個不用的空盤，點一堆肉。還有點海鮮。好，謝謝小貓咪，可以回去了。哦，这个火鍋烟很大，现在来吃它的猪五花。有点它的特色就是说哈，因为外面一般的那种吃到饱哈，应該是說價格更低的那種吃到飽，它的肉都很薄，但是像蒜之華呢啊，因為它的價錢的話稍微比較高一些啦，但我覺得其實還好哦，重點是說哈，我要講的大重點是說哈，它的肉呢就不會那麼薄，像那個麵質那麼薄哦，所以它的豬五花吃得出那個豬的那種哦那個纖維。接着呢，我要來吃它的雞肉。原塊的雞肉很好吃，而且沒那種雞的那種腥味啊，沾不沾醬，我覺得都好吃哎。然後我再來弄一個是沾醬的，就是它雞肉呢很滑嫩哦，原塊雞肉吃起來很興奮。然後我剛剛有講到說哈，他們有辦活動啊，哦，就是來吃的話是只要你在中午的11點。來這邊吃哦，當然也可以定位哦。就11點到下午的4點呢，是哦可以吃個5個小時哦，是他們目前在今年所辦的活動哦。所以不像以前吶哦，吃個2-3個小時都吃的哦很急有沒有？現在可以很悠閒的慢慢的吃。然後這個呢是香草豬，哎，我覺得香草豬它的樣子長得很漂亮哎，哦，我們香草豬呢點了2盤香草豬，哦，我們今天的這個 set 呢是沒有那個低脂牛的，所以又來啊紐約的這個黑牛，紐約黑牛，肉都給它很豪邁的給它下去啦，全都下去啦。所以為什麼會很喜歡來吃蒜之華哦，就是這邊的這個肉餅的品質很好。然後假如說你是這個肉食主義者的話，會非常喜歡來吃蒜之華，就是會吃得很開心啦，哦，哇！謝謝。然後我們來這邊吃呢，基本上都是專攻它這個紐澳黑牦牛，很好吃。就整個黑牦牛的那個牛肉香哦，會有一點點牛肉的香味之外，它那個口感很扎實，像你真正在吃肉，而不是像吃那種組合肉的那種口感，所以。紐澳黑牦牛我們一定會點，而且必點。不知道有沒有凡立貝控的朋友哈，看到這個應該會很喜歡啊，因為來這裡吃呢，哦，點的這個我們的等級是有凡立貝的哦，所以點了這凡立貝呢，就可以來個凡立貝自由。有沒有這芋頭？我們已經煮了大概有20分鐘吧，哎，完全沒有散掉哎，它形體還是這麼漂亮，這個就是好的芋頭啊。哦，有沒有？煮得很熟，很綿密，所以這就是好的芋頭。我都很想問他們到底是去哪裡批的芋頭，我很想買這芋頭，很好吃。
為了要讓這整個資訊是能夠盡量準確啦，所以我這邊一邊看着手機來講一下，我們點的是安牛海套餐哈，裡面有雞肉，還有香草豬、五花豬，還有紐澳黑毛，我前面應該有講錯哈，講成紐約哈，請大家不要來罵我哦，所以是紐澳黑毛哦，還有安格斯五花白蝦哦，以及鱸魚，還有帆立貝。還有那個蛤蜊啦、文蛤啦，都是在這個安牛海套餐裡面會出現的肉品以及海鮮的品項。接着來吃香草豬，有沒有？這個香草豬很厚一片呢，非常的厚。因為喜歡吃肉的，來吃火鍋吃肉的朋友呢，應該會像我一樣，喜歡吃到那個肉的那種扎實的口感。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鎖定蒜之華來吃到飽的原因，因為它的肉的品質不像外面那種什麼組合肉啦，那一吃就沒有那種口感。但是不論像這個香草豬呢，或者是剛剛講的那個紐澳牛呢，那個口感非常的扎實，吃得到那個肉質本身的口感，所以這就是喜歡吃肉的朋友為什麼都會選擇來吃蒜之華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又在吃，應該是第3 round 上菜嘍。好，謝謝小貓，可以回去了。剛剛我們在點餐的時候，發現，怎麼怪怪的？好像沒有辦法用 App 來點餐嘞，到底發生什麼樣的問題呀？於是我們剛剛問了一下店員實際的狀況是這樣子的啦，就是它基本上有一個用餐時間嘛，這個是100分鐘，100分鐘啊。但是呢，我們在今年呢是中午來用餐，然後有享用這個活動是可以吃5個小時的，所以你過了那個100分鐘了之後呢，你可以點餐，當然可以點啊，但是呢，你必須要按服務鈴，請店員幫你點。我覺得這一點是有一點點小不方便啦，因為人力有限嘛。假如說他那個 app 能夠稍微的調整一下的話，我覺得會讓這整個這個用餐的品質應該會大大的加分。前面的資訊我要更新一下因為當日壽星呢，是那個帶殼小鮑魚啦，還有湯底啊，還有個其他的就是贈送的，但是就是即選一啦，不是選2是即選一啊，所以我們一剛開始來吃的時候，我會錯意了我想說當院的話送湯底免費然後當日的話再加贈帶殼小鮑魚，沒有搞錯了，所以我們只有那個湯底有做贈送折抵，那帶殼小鮑魚沒有贈送這邊要講清楚說明白。之所以呢很少再來吃這個吃到飽，是因為一來人巨也大了那個消化真的是沒有那麼像以前年輕的時候消化的那麼快。再來就是呢，我覺得其實單點的菜色會比較吃出每一個單點菜色的用心和滋味。然後像這種火鍋吃到飽呢，不是不好，而是我會覺得我比較喜歡吃那種單點的，可以嘗出每一道菜它的層次感，還有它的用心，甚至說視覺上面的擺盤。所以慢慢的话，我會比較喜歡吃單點的菜，所以就火鍋吃到飽就比較少來吃。然後呢，我必須要講就是會很喜歡來吃蒜之華，但是呢，它也不是說沒有缺點可言有，但是瑕不掩瑜。我覺得它缺點就是說，因為來這邊吃的話，在所難免。因為它店內雖然空調很強，然後那個空氣也算是對流基本上那個會把你身上的火鍋味道沾染的已經算很少了。可是呢，或多或少還是會有一點點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呢，就是瑕不掩瑜，小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很厲害了，
不會讓你的身上那麼臭啦。哦，所以我覺得蒜之華，假如說你要覺得就是說有什麼樣的缺點，對我而言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我比較不喜歡的點。我們從進來到現在已經吃了將近1個半小時了，但我必須要講我可能已經沒辦法了。但是呢，我覺得像這種吃到飽中途休息沒關係啦，稍微先休息一下，先休息好了之後呢，再吃飽再上。休息好了之後呢，就是再繼續吃，這就是吃到飽的精髓。我記得以前小時候啦，台中好像有一家是海霸王吧，然後也是吃到飽啊。因為上個世紀吃到飽比較，在台灣沒有這麼的多應該是說現在的話比較百花齊放，比較多元，所以那時候那個吃到飽在海霸王它是真正是不限時間所以那時候很誇張，我就和我乾姐還有一些同事從那個海霸王它開店的那個時間就坐在那邊一直吃，一路吃到它打烊，吃了大概8個小時、10個小時以上吧。但是呢，像现在台灣已經沒有這麼誇張的這無限時間的吃到飽了啦。我以前還很喜歡吃的一家吃到飽是台中，好像叫亨記吧。它是從台北開到台中的，不過很可惜，它後來就是沒有了。它的店就陸續都收掉。那我之所以很喜歡吃那家亨記，是因為它有滷大腸，而且它大腸很新鮮，而且很肥。這個在台灣的話，像那麼肥的那種滷大腸基本上也是，我覺得好像也很難找在現在也很難找，可能現在大家都想瘦嘛，所以都不喜歡吃這麼肥的東西，但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因為蒜之華算是太常來場，因為蒜之華呢算是很常來吃所以太熟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太多介紹它，因為它的品質就是這樣然後我印象中這個在前2次，我們隔壁桌呢有一個客人是1個人的，像剛刚現場也是有一人來吃鍋的1人來吃鍋的，所以來到蒜之華呢，你假如說是1個人的話，也可以來這邊吃鍋一樣就是吃滿那個時數然後上次那個客人的話，我印象好深刻他點滿了蝦，全都是蝦，所以是一個很愛吃蝦的人。OK， 這是我們的蛤蜊你看到了透過畫面看得到很乾淨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有看那個蝦土豆的頻道啦，我只能說蝦土豆運氣不太好。他上次來蒜之華吃呢，有吃到一顆有沙子，但我也必須要講因為我們剛剛也有打開一顆有沙子，趕快把它丟到垃圾桶。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為是這個食材的關係真的是要完全無沙呢，是比較難一點啦，我必須要這麼說。但是我們今天吃的話，其實算品質還算蠻好的。我要來吃了我們今天就來實現吃蝦的自由，全部的白蝦都給它下來，還有一盤，實現蝦子自由，實現鮮蝦自由的時刻到來了，很多的蝦子。滿盤的蝦子啦，鮮蝦自由，到底有多少隻蝦這應該是痛風餐吧？其實我本人對蝦子沒有到非常喜歡但也不討厭。可是不覺得嗎？好像人類對於鮮蝦蝦子有某一部分的迷戀
OK， 這就是我們剝完蝦的蝦殼，很豐盛哦。想知道它到底剝完了之後到底有多少個嗎？答案是這樣一碗，這樣一碗蝦啦哦，非常的耗時，因為我們剛剛光剝呢，大概就剝了大概有10分鐘，所以這個蝦子真的是很費時費工的一個食材呢。鮮蝦自由。我們今天完完全全沒有收蒜之華的任何1毛錢，就是單純就是情義相挺的介紹啦。因為算是還蠻常吃的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剛剛很耗工的把它串成這麼漂亮的樣子，我都捨不得吃啊！是不是要先來拍照一下？很 Q 彈哦，但是蝦子的話，沒有很大一尾哦，所以要一大碗這樣吃會比較爽快。做鬆餅的時間到了哦，我們先來做的是，這個是抹茶口味的鬆餅，應該還要再1匙哦，再給它再加1匙啦，這樣鬆餅才會漂亮。所以在蒜之華這邊也可以自己手做鬆餅，很好玩又好吃。給它按個開始。我們的鬆餅好了，來，可是鬆餅粘在上面。哦，是不是很漂亮的鬆餅啊？哇，一整片呢，有水不？我們這鬆餅呢，要非常邪惡的給它來加冰淇淋，來加綜合的啦。有没有？是不是很漂亮哦？这個哦，想減肥的人請不要看這一集。加完冰淇淋還不夠，一定要加一個也是必吃的，就是芝麻薄片。必吃。這個我單吃都會很喜歡，這個很好吃。哦，它今天的薄片很大片呢。非常的好賣 ，OK， 這就是它的完成體。今天是因為拍片我才這樣吃，不然的話我一般是不這樣吃，我一般就只吃冰淇淋再加薄餅。我覺得它這個冰淇淋有畫龍點睛的作用，而且特別是你在吃到飽，因為你的食道腸胃啊都會非常的熱嘛。所以需要冰淇淋來降溫一下，而且我認為這個冰淇淋呢是吃到飽的這個絕佳的好朋友雖然會讓你有點胃裡面有太多的食物都是冰淇淋，可是呢會讓你降溫，吃了之後還可以再繼續再吃下去其他的食物。然後這薄片也很好吃。我真的覺得它這個薄片很值得買回去吃，應該比那個蕨餅還值得。我今天這樣吃啊，晚餐以及明天的早餐，甚至中餐都可以不用吃，非常的飽。然後我們好像還有1個小時左右吧。所以它這個蕨餅可以再帶回家的，就說你可以再買回家啦。我本人很少來吃蕨餅，來淋一下黑糖漿，淋完之後呢，再加黃豆粉。蕨餅我也是因為要拍片才吃的，一般我都會跳過。
也沒有為什麼啦，就是覺得卷餅不是會像我會去拿的食物，所以都會跳過。加了滿滿的黃豆粉，它加滿滿的黃豆粉，而且就是要這麼滿才對味。我們今天2個大人來吃呢，結賬總金額是1617塊。這個是有加服務費的。然後呢，我們這樣吃下來，接近吃了4個小時。現在全場加我們這一桌才只有4桌，因為等一下要清桌，變成是晚餐時間了。有雲雀的會員嗎？看一下，好像是這個吧。然後這是寿星嗎？不知道。稍等，幫你改。好。就我們今天有折抵之後，2個人才1500多。蒜之華我們太常來吃了啦，一年大概吃個2-3次。像這種吃到飽，我一年能夠吃個2-3次，已經算還蠻常吃了。所以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介紹它，因為太熟悉的關係。但是我必須要講，之所以會選擇蒜之華，是因為它這邊的環境還不錯。然後另外一點呢，我自己本身也是肉食主義者，所以它的肉品的話，我這邊覺得算是還蠻上乘的，以這個價位來說。所以現在有這個吃個5小時的活動，我們今天足足吃了4個小時。我個人是很推薦平日的時候來吃。平日的時候來吃的話，比較可以悠閒一點，不會好像跟大家一起搶餐的那種感覺就是壓力很大。所以平日的時候來吃，這個5小時特別是中午的時候来吃5小時，我覺得還蠻推薦的哦。